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在座的军长，还有我们线上的所有家人们，大家午安。命运跟运命，其实在台语是一样的，是命运跟运命是一样的。但在上人的开示里面命运跟运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不由自主的因缘，一个是你可以自主的去结善缘。那为什么用这个照片呢？真的，今天从淑仪的爱洒人间讲1013，后来雄父呢在报告的时候也讲到1013。对，我们没有人忘记，今天是1013，2025年的1013，所以呢，我们都想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人一善，真的就是莫忘那一年，就2001年9月11号，那2架飞机就这样子撞上美国的那个纽约那样的2栋大楼，真的非常的一个恐怖。那我们慈济除了美国慈济人及时的启动跟上人的报告行动之外呢，台湾方面当然也是行动很快，所以在10月13号，上人就正式的发起全球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爱洒人间植福田这样的一个木心的运动。上人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活动，活动是一时的。运动它是一个运转的一个动态，从来不会停止。那也就是那一天刚刚在前面属于也有提到我们的导师那个时候1013上人其实不在花莲，但是导师在金色，所以在10月16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到那个时候上人在大林，上人说我在大林画面上看到施工上人坐着轮椅领导着金色的出家众还有志工菩萨们就这样一路走出来。其实大家到常住书到2楼把导师给迎下来那导师就为大家开示然后就把这个发愿卡然后传承给了常住师父，再由常住师父传承给志工菩萨，然后由金色出发然后再来呢就到了从金色的门口出发，然后到医院，然后到志业体。各位，这个传承的这个画面是非常感动人的然后就一路我们就开始走，我们就开始上街那个时候我在教育，我们大家都一起。那上人到了几个地方呢，都有听到大家就是听大家就讲说，熊林施工上人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动的流泪，因为导师年纪其实也很大了一直导师要坐轮椅这样子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上人说那个心里面的感动那个虔诚的理念更坚强更感动。一人一善在每个人的心中，不要过了这一波好像就过了要长长久久，真的是善业共聚，天下和平吉祥。但算一算也过了20几年了天下好像灾难越来越多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要一人一善，就要顾好自己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口意，这样借势修心，随处养心我们的心要培养得很坚固，真的不要被境就这样子给转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从1986年的委员年上人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辈子是从过去的业来的，下辈子是从这一辈子的业而去，这个都是业把我们牵制着。说命运，或者说运气，说这个人运气很好那个人运气不好，其实运气或者是命运都是你过去生所做的一切举止动作累积而来的现在。所以所有的一切动作本来就来自于我们的五根这样子的一个造作，所以要把它顾好。有智慧的人他不会随着心欲的昏沉，那我们修佛法的人呢，就要好好的把持，要用心去转进不要被境给转了所以这里我们慈济里面其实很多像高师兄他会就是怎么样过去的一个经验，然后来到慈济以后怎么样子的去改善，所以要好好的转我们的运命，就是要运转自己的命，要了解罪业因缘的源头，2个功夫，一个叫借势练心，一个叫借势修心，一个叫随处养心这里我们也看到用了金义珍老菩萨的一个居士的一个画面，把我们心里培养得很坚固你就不会被境转那算命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如果不要讲看电视剧，就台湾人老一辈的人那老头都是背里面了，就你落土的时候就八字命，其实命大概已经注定8分，命要自己创造，不要让人转，不要整天去算命，算命是颠倒。所以1987年金他们说学佛不要动不动就去看命，要知道我们是乘业来的。那凡夫让命转，可是圣人会转命。凡夫的一切就是运命来安排，那其实运命命运是一样，但是在佛法的名称，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业力。你这一世的果是过去生的因，很多人前途茫茫不知所从，是因为业力。这个业力是什么？它很无形，它让你看不到；它很无影，它也让你摸不到。无影无踪，无形无相，它就是业力。所以世间的人说运气，虽然说其实气跟力是同样的意思，力气、气力、运气，这个就是业力。你看不到，可是你的心理的形态，无形当中你就被那个运气转变，所以你就开始转向那一条路。所以你关心自己的命运，你去找人算命。上人说以前的算命先生把酒青眉那讲那个青眉先生看不到。命是我们的，不是他的，他看不到，你去给他看命，那他要怎么看？这个就叫做颠倒。所以有很多以前很爱算命的，来到慈济以后就不算命了，大概就了解了这个道理。上人说命在我们的时辰八字，你什么时候落地由不得你，八字的致命已经定下来，算会准吗？上人说去算凡夫凡夫都算得很准，因为你很迷茫，你不知所从的人，此路不通的人，他会算得很准。为什么会很准？因为当他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就起了这个心念，你就会信他，你就会跟着走，然后你就说有够准的，他这样说果然我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念的一个造作。那这里面我们上人也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位龙董他就遇到家里的这个强盗那还好他把这个他自己的命运有做正确的方向，才可以逢凶化吉那这个是在1996年的时候志工早会上人讲，上人说我接到一通电话，一位龙董农历正月初9晚上8点多，10几位蒙面歹徒闯进他家，他家是很豪华的，好几层的，10几个人包括佣人拿着开山刀、手枪、手铐，就这样子把他们家的人就两个靠在一起，用绳子绑起来，把嘴也封起来，不让你讲话，而且把他们放在不同的房间，眼神也别想相对。那这个龙董很镇定他想你到底要多少钱呢？命最重要我较老了我机票开2000万，我们家较少年开3000万你看我现在用钱要来赎我的命。他很虔诚，但是他很虔诚，他还是慈济的龙董，也有在慈济走动他的佛堂有观世音菩萨，最重要有上人的法相。那歹徒看到观世音菩萨跟上人的法相，他可能觉得很不自在，他就拿一块布把它盖起来拿一块布把它盖起来那还在谈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龙董就跟他说，如果还不够我给你们绑那要多少钱？那你们告诉我没有关系，我来那个。结果这个盗匪说我看你也是个好人你可能做了不少好事，那我跟你说东西我拿走，你不能报案玉古董1000多万就把他搬走了，他也没有伤害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位龙董呢就离开了那个别墅，就到市区去。上人说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上人就不懂上人说你们家守卫那么森严，要过关卡才能进去，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过去呢？不是从正门是从山上下来的，防不胜防所以上人说你看看这样的事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有价值的是生命，没有损伤就是幸运。好在这几个歹徒强盗也有道，他看到佛堂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看到观世音菩萨是不一定家家户户都有观世音但看到上人的法相在上面，他就知道这个有后做后代志，他怎样主贼所以他说就感恩上人真的很感恩。所以运命命运也是在这个地方，凡夫的命运是随心所欲。我钱是我的本事纸醉金迷享受，不知道要回馈社会，他是运命。他很早就开始投入了这样子的慈济也很虔诚，他也有去做好事，所以他会设佛堂，他日日恭敬跟尊重，长久以来把他的命做正确的方向，他才可以逢凶化吉，就是做来顿
唔好做来地，就是刚刚我们的师兄也有讲，就是真的是做来，你这功德累积在那里，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那你说这个地区呢，到底好或不好？所以上人常说福人居福地，很多人说属鸡的得好不？阿被搬出爱看日记，上人都说不用福人居福地。你很多的人发爱心啊，这个土地就有福，善业凝聚，这个福气就叫做福业，这个福气可以搬走霉运。煤气还可以推开这样的灾难。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你看光复的灾难，多少的人大家去凝聚，灾民得到的是一种解脱，就是那种堆积的，可是大家所投入的累积的就是一种福气。所以1998年我们看到，那这个是有一个台风叫瑞伯台风。上人说在志工早上说台风要来的时候，上人就开始担心，每天都注意方向在哪里啊，速度有多远，那个风力增强啊，轻度变中度，又转成强台呢。然后呢，又听到在菲律宾的这个，他就停到菲律宾以后，速度就减缓。他说看人家更担心，因为菲律宾慈济人常常去义诊。那你现在又台风，那一些等着义诊的人的生活已经苦不堪言，贫穷就已经很困苦，又天灾，那这些人要怎么办？如果台风常登陆那个菲律宾，所以上人说那天开会的时候，上人就说期待台风能再偏东一点，台风如果再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结果就听到气象报告说台风会偏北东，这个要很虔诚。上人说台湾真的是福人居福地，气就跟气压一样，气就跟气压，很多爱心人士有这个福气，无形中就可以把台风推到东北边去。佛陀说众生共业，业就是运作嘛，无形的气叫做业。那我们说命运，那你也可以说是运命，就是大家一起把那个风力减压，把它运转。所以运是一种运气，运气命运造作之后的结果，一分气看不到，但是你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苦乐。有福的人叫福气，没有福的人就是苦。很多人的福气虽然有灾，但是会轻受，你就会无难。所以命运其实在佛教就是业事，就是我们累积在第8世。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因缘果报，真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1998年10月，上人对新竹慈济人看，上人说台湾有福地啊，当然有福人。什么是福？你心中有爱去付出，就叫做造福人群。你为人群付出，其实福是回归自己，你付出，对方得到的是物质，可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快乐，快乐就是最有福。帮助人的人永远比被帮助的人有福。你心中有爱去付出叫福业，福业善业的这个业字就是造作的意思。平常人会说我的命运啊，他的命运，上人说其实命运就是业事，那就是你平常所做的在业事里面。所以上人跟台中的委员说，一些佛教徒会去听经听法什么都就说什么都可以忘掉。上人说有一样不能忘掉也不能不记得的，就叫做因缘果报。不是什么都忘你不是听经听法就没有因缘果报。你做的现在所做就是未来，人跟人之间你怎么样给人欢喜给人信任让人家感觉你是好人，这种好缘也会带到来生。那6道轮回，什么在轮回？灵魂。那佛教说是业事，舍去身体有什么？舍此投彼，就投到跟你有缘的家庭这个父母造什么因什么业你也不知道。假如他造恶因，你可能出生就在伊索比亚、柬埔寨、阿富汗、非洲，由不得自己，你就这样子被缘给牵去了。所以上人常常说，上人自己说了，上人说我很担心，我若过世后眼睛再张开时跑到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呀，如果我们不小心眼睛张开在那里怎么办？你如果有结到这种因缘，就不是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结好缘。那怎么样结好缘？让每一个人都是好人，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去碰到坏人。那你将来去的地方就是有爱心品格高贵种好因得好缘。所以不能忘记因缘果报，造福不是只有自己造，还要让别人来造。所以这次好多的青年志工大家都一起来。那这里面讲到这个业因讲到这个因缘果报也上人讲了一个稻子跟稗草。大家去看一下那个稻田上来说一念好念就像稻种一样，你要规规矩矩的那这当中是不能掺杂那个稗草。什么叫稗草？
就是你的心田里面呢，不要有一种心叫做有所求的心哈。所以北区龙斗年上来说，众生共业，有善业有恶业啊，善业是福，恶业是罪。你要造福业还是造罪业？一念心。那心就像一亩田，好坏都在这里。那这样稻种长出来就稻子，稗草长出来就稗草。农夫都希望种好的种子。那除草的时候，上人以前有种稻嘛哈，长辈都会说看到稗草要拔掉。上人就觉得这个稗草看起来，到底什么是稗草？只能大家去也不见得认得。他就去拔来给上人看啊，上人看看说，跟稻子长得很像，而且很滑呢，它看起来还比稻子漂亮呢。那为什么？看起来他跟上人说，你看起来一样哦，稻子还比较粗，稗草比较细，为什么要拔掉？农夫说，稻穗一束不过几十颗稻子，可是稗草一束是好几百粒。而且稗草在田里比稻子还能够吸收肥料，所以可见恶念多可怕。一旦成熟以后就很多，所以除草要拔掉这个稗草。同样的道理，做好事不要掺杂不法的企图，不要有所求的心，不要有舍一得万，我捐1块钱要得1万块钱这样的想法。一粒稻种跟一粒稗草的一个种一样，你同时撒下去，稻子会规规矩矩的长，顶多40-50颗。可是稗草一束，种子无法计算，所以好念不要掺杂稗草，否则会吸去我们心田里面很多的养分。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举到，上人也举到谢坤山心灵的好手，他本身遇到灾难，但是他没有被命运运走，也没有被命转走，他真正就是转命，叫转业。所以呢，2002年上人说，运命命运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命运是我不肯努力，我天生就是这样，对人生无奈，这种人的命很容易被命运转掉。还有会自怨自叹，不积极转自己的命。所以说我们其实应该用智慧来运命，用心把命转过来，这叫转业。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被命给运走，然后被命转了，然后真正的勇者其实是要转命。所以呢，这个8点档那个时候在播8点档心灵好手。所以谢坤山居士就是一个闪电，一支铁管接触，4支少了3支，一支不齐全。可是你看他有没有屈服？没有，他用心去运命，不被命左右，运转自己的命。他很坚强，不断的尝试，跌倒爬起来。大家都说双手万能，上人说其实他的口是万能，他不只恢复自己生命价值，照顾一个家庭，还抚养自己的孩子，还去辅导很多的青少年，也去帮助很多身体残障人，教他们画图。他还绕着全球去讲慈济，去现身说法，他都是单独，不是说要一个人陪，他是单独的来来去去，他真的是转命。所以佛陀来人间就是要教我们怎么运命，不只运自己的命，还可以集大家的力量去转苦难人的命运。所以呢，上人说有时候命运真的不由自己，你真正觉悟的人运命，凡夫就是命，因为他的命是随着业在转，人生本来就是苦，苦集灭道嘛，因缘果报一点都差不了。你既来之则安之，我利用这一生把自我的方向定型，往前走，不管什么环境来，要做自己的主人，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这个就是运命。你要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的人生被外面的环境诱惑，这都是理由。第一次被诱惑了，来生都由不得自己。有的人环境坎坷，重重叠叠，都在业力中，那你这个就是在命中随着转。做人不要逾越规矩，越轨那就是命运，那你就没有办法运转自己了，是命跟着运走。现在就是要自己运转回来，所以司机叫做运转手，方向到哪里自己来运转，不要让别人来转。所以人来到世间，不管你信或者不信，真的都是业力。那你被业力所缠，你碰，而且有一些人不是没有碰到善知，他碰到了善知识，但是业力让他由不得自己。你明明碰到了，但你就是进不来，明知不可为，可是因为无明习气，你还是去做，然后惹来很多的烦恼，这个就叫做命运。那这个是命运啊，没道理，无明太重，一生中的运气都是随业而转。学佛就是要运命，要转命。我们看到苏竹师姐也是有所可为，有所不可为，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可为，再辛苦也要去做。那这是什么？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真正要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所以就是要运命，不是命运，做自己生命的导航师，不要被人
牵着团团转，菩提大道直，不需要跟凡夫啊去这样的一个空转。所以净是成语上说，每天早上啊，志工早会听到志工的分享，听到有些故事很不可思议，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还有些人出生就很苦啊，好不容易能自立啊，婚嫁啦，对象本来很好，结婚以后又互相折磨啦，又都是很不好的缘，什么婚姻不如意啦，孩子生了又离婚啦，离婚要再嫁，嫁得不错又意外受伤，还想这样真的是拖累折磨苦不堪。为什么接二连三这样的一个辛苦？这个就是因缘果报。恶缘如果结得越多越长越深，来到这一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六通，要了解宿命名，真的不必怨叹，即使不好的缘，该还的就还，该改的就要改，对方若不改，我们自己改，这样子才能够改变命运。要把命运变成运命，就要看自己是否人通人明。所以呢，也有看到这样人面疮的一个故事，还有丁玲彩师姐来分享那种坎坷的一个人生。心如果能够明心归德，那你遇上什么环境就没有怨叹，也没有那么多的苦难。所以呢，2021年上人跟人文智长，上人说，师父有一段时间觉得我来人间要做什么不太有意义。经典说人生无常，如梦如幻。可是去年就2020年，上人说我对自己说不后悔，多采多姿。为什么50多年来我如果没有做慈济，今天也许孤老无依，没有人要理我。那生命到底是命运还是运命？父母生我们的命，但是没有办法创造我们命运的方向。你一不小心就被命运给运去了。但是如果你有在注意，你可以自己去转向。说起来，我们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说感恩，除了感恩父母以外，还要感恩自己的生命方向能投入在人间，能够利益在人间。所以命运就是业事，是从上辈子带来，从很多很多事情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所以我们要能够运命，生命可以自己做主，你要自己去转，不要任凭生命的一个铺排。好，感恩各位。